在这个单元里头有很多的数学，那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复习一下它的一些物理的重点。那数学的部分总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计算，但是物理的部分呢，应该要理解跟记住，这样子数学的计算才会容易进行。那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头呢，首先介绍了金属的波导，那这个形状呢是矩形的金属波导。那我们用了不少的这个边界条件来解里头的场。那这边界条件呢，就是 tangential component of electric field， 也就是切线方向的电场呢，在碰到这个边界的时候呢，必须是等于0。那这代表说，这个电场碰到这个边界的时候呢，会是以90度的方式呢进入到这个边界里头来。那在这个边界上头，有可能有很强的这个磁场，因为这个磁场呢，在这个边界上头会形成一个表面的电流。那这个表面电流呢，我们在最后一个小节里头有提到，就是会造成这个 ohmic loss 在里头。那所以呢，这个当然，当这个电场90度进入到这个物质里头，也就是这个金属里头的时候呢，这个表面会形成一些表面电荷出来。那我们同时也介绍到这个 mole number 它的物理意义 m 跟 n。这个 m 跟 n 基本上就是在 x 方向跟 y 方向上头的 standing wave lobe 的这个个数。譬如说，在这个x 方向上头，如果是 m 等于2的话，这代表说这个在 x 方向上头，你可以找到2个 standing wave lobe 在这上头。但是注意到这个在边界上头呢，这个场的强度并不见得永远都是最小值，有时候会是最大值。但是这个对 m 跟 n 的定义呢，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它还是代表这个在横向上头的 standing wave 的这个lobe 的这个个数。那对于 n 来讲的话呢，那这个 standing wave lobe number 的话，就是在这个 y 的方向上头。譬如说，如果说 n 等于3的话呢，你在这个方向上头就可以算出3个standing wave lobe 的这个 field pattern 出来。好，那对于这个矩形的波导，有 x 方向跟 y 方向上头的这个边界的话，就有2个 mole number m 跟 n。对 Tm mole 来讲的话呢，任何一个 m 或者 m 都不能等于0。如果等于0的话呢，它就变成 Tem 的这个波在里头。那对 Te-Mm mole 来讲的话呢，其中一个可以是等于0，但是也不能2个都等于0。如果是2个都等于0的话呢，那这个 mole 也变成了这个 Tem mole 在里头。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算它的这个cutoff frequency 的话，对于 Tm-Mm mole 跟 Te-Mm mole 来讲的话，它的 cutoff frequency 的式值呢是一模一样。但是呢，因为这个 mole number 有对于这2个模态呢有特别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可以比较它们的 cutoff frequency， 但是必须要顺从这个规定来做比较。譬如说最低的 Tm mole 的话，会是 Tmm 这个11这个 mole， 因为 m 或 n 其中一个都不等于0，所以呢最小的 m 跟最小的 m 跟 n 就是1跟1，所以呢这个 Tm 的 dominant mole 的 mole frequency， 它的 cutoff frequency 就是由这个来表示。但是对 Te mole 来讲的话呢，其中一个可以是0，所以呢最低的这个 cutoff frequency 可能是 Te10 或 Te01 mole。那这时候呢，你如果比较这2个数字的大小的话，那你就要比较这个 A 跟 B 的大小。那显然这个 Tm11 mole 的这个 cutoff frequency 都会大于这个，也会大于这个。所以呢，你如果在考虑这个 waveguide 的 dominant mole 的话，包括 Tm 跟 Te 的话，那这个已经不是dominant mole 的，因为它的值比这2个都还大。那但是呢，你如果比较这2个值的话呢，你必须知道 A 跟 B 哪一个大。如果是 A 大于 B 的话，那你的这个 dominant mole就会是 Te10 mole， 因为 A 比较大的话，这个值比较小，所以呢我们定义这个
waveguide 的 dominant mode 呢，是它的 color frequency 最低的那个 mode， 就是这个 dominant mode， 就是主要的模态。那在这个最后一个单元的时候，我们介绍到这个surface current 造成的 waveguide loss， 也就是波在里头跑的时候呢，这个磁场在这个表面上头会形成这些表面电流，造成这个 ohmic loss。那这个关系呢，就是 surface current 跟 magnetic field 的关系呢，在这表面上头是由这个来表示。那由这个表示呢，我们再去算它的这个表面的 surface loss 的话呢，可以建立出这么一个关系式出来，也就是每单位长度沿着这轴向，每单位长度的 power loss 呢，会是等于这个1/2 Js 平方 Rs， 然后呢，对于这个一个方向上头，也就是这个transverse direction 上头的一个积分这个积分是因为这个 Js 呢是来自这个 h， 这个 h 呢在这个 transverse 方向上头呢x 方向或 y 方向上头都可能有变化，所以你必须用积分式来表示。如果说这个 h， 譬如说 TEM mole 的话，这个 h 是一个 constant， 那这里的话呢，你就直接是a 乘上 Js 平方乘上 Rs。那这是 TEM mole 的状况。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边界上头这个 mole field 呢，在这个方向上头、横向上头有变化的话，你必须用积分式来表示。那同时呢，你如果算出就是在这个 waveguide 里头，你的 power 的 propagation、total power 的 propagation based on the Poynting vector integrate over the cross section area 的话，你可以算出就是这个waveguide 里头往前往 z 方向跑的这个power。有了这两个数据之后，你就可以算这个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因为我们推导过，就是这个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的话，会等于这个 power loss per unit length along z divided by the power propagation inside the guide divided by 2。所以有这个计算出来的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个 waveguide到底适不适合传输这个电磁波。如果说这个值太大的话，代表说这个电磁波在里头传得不远，大部分都变成损耗。那最后呢我们举了这个3个例子，也就是在这个平行板的这个 waveguide 里头算 TEM、TM 跟 TE 这3个 mole 的attenuation coefficient， 就是 alpha。然后我们发现这个 TEM mole 跟这个TM mole far above cutoff 的状况呢，都是这个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呢会跟这个频率的开根号成正比。但是呢唯独 TE mole如果说你把它频率往上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反而是降低的。那所以呢，你如果要把这个电磁波用一个波导传输到比较长的距离的话呢，选择 TE mode 经常是比较好的这个选择。那原因是在一个平行板的这个波导里头呢，当频率变高了，这个 TE mode 会逐渐变成 TEM mode， 因为这个 propagation angle 会越来越小，所以呢，这个箭号呢会比较沿的这个方向来画，所以呢，它逐渐变成 TEM mode， 但是呢，它的这个 H field 是沿着 Y 的方向，而不是沿着 X 的方向。如果是沿着 Y 的方向的话呢，这个H 的 field 呢跟这个边界是垂直的，它没办法产生一个 surface current 但是呢，当这个 propagation angle 这个 bouncing angle 越来越小的话，你的 Hz 也越来越小，所以你的 surface current 也越来越小。所以结果呢，你会发现这个 TE mode 如果说你 operate this waveguide far above cutoff for TE mode， 这个 attenuation of the wave power inside this waveguide is going to be reduced， 会变得比较少。那这个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是几个重点，就是在这个单元里头供大家参考，谢谢。